百花杀播到大结局后，一个变化已经藏不住了。有人夸孟子义撑住了沈西河，有人觉得他仍在重复九重子的古装复仇路线，有人追着他的眼神、台词和角色状态分析，有人把剧情、滤镜，甚至整部剧的问题都算到了他头上。表面看，大家吵的是孟子义到底演得好不好，可这些争论共同说明了一件事：观众已经开始用孟子义的名字判断一部剧值不值得追，这比他7月有多少行程、接了多少商务、拍了多少综艺更能说明他的位置正在改变。因为一个演员真正走到女主中心位，得到的不只会是更多镜头和更大的海报，作品成功他要接住功劳，作品出现问题他同样会成为第一个被追问的人。而百花杀正好把孟子义推到了这个位置。我们仔细品一品孟子义过去几年的路，他一直不缺热度，红毯造型综艺反应说话太直接，漂亮却带着一点笨拙的反差，都能让他快速成为话题，观众很容易记住他。然而现实会告诉我们，记住一个明星和愿意花30多集时间追他主演的剧，中间隔着很长一段距离。过去不少人提到孟子义，第一反应可能是他在综艺里说过什么，和谁互动很好笑，或者某一次造型有多出彩。他的名字能吸引注意，却未必能直接转化成追剧理由。直到九重子播出，情况开始松动。窦钊这个角色给了他一个足够清晰的作品入口，冷静、清醒，有自己的目标，身上带着重来一次的人生重量。角色不再只是漂亮，也不只依靠一两个高光片段，而是需要演员陪着观众走完整条成长线。九重子之后，外界对孟子义的讨论第一次大规模从他本人很有意思，转向他能不能演好一部女主剧，这是一个重要起点。但一部剧成功还不足以改变一名演员的位置。观众可能喜欢的是角色，可能被剧情节奏带进去，可能只是刚好遇上一组合适的搭档。演员能不能把一次成功变成稳定的观看选择，需要下一部作品回答。百花杀承担的正是第二次检验。百花杀从首播到收官，观众已经有足够多的点来判断人物、剧情和表演。这时候的评价不再只是看预告、定妆或宣传片猜测，数字可以证明有人点开。可当大家点开之后，又把注意力留给了谁呢？百花杀的故事里，孟子义需要处理两段人生。前世的顾清之更收敛情绪，被身份和处境压住。成为沈西河之后，他带着记忆重新进入权力场，眼神、说话节奏和面对敌人的态度都变得更直接。这样的人物设定给了观众一个非常具体的观察入口。两个身份能不能被区分？人物的锋利感从哪里长出来？他是在演一个熟悉的大女主模板，还是让沈西河拥有了自己的气质？围绕这些问题，观众开始反复比较百花杀和九重子。有人认为沈西河比窦钊更外放，人物的攻击性更强。孟子义在一些冷脸试探和交锋场面里，已经能稳定提供角色需要的压迫感。也有人认为重申复仇古装大女主，加上相近的妆容和人物气质，让两部作品存在明显的熟悉感。滤镜权谋线和部分剧情逻辑同样成为争议焦点。这些负面声音并不会自动证明他失败，相反透露出孟子义承担的责任变重了。当一名演员处在配角位置时，观众很少要求他为整部剧负责。故事不好看，大家先讨论编剧；节奏出问题，焦点会落在导演和剪辑；角色缺少层次，大家更不会花时间追问演员有没有进步。只处于中心位的女主，网友才乐于拿她的新角色和上一个角色比较，检查她的表演有没有重复，追问她能不能带动搭档，甚至会观察剧集热度离开宣传期后能不能维持。简单的说，批评变得更细，标准变得更高，观众就已经开始默认孟子义应该对这部剧负责。或许这是百花杀给他带来的关键变化。过去孟子义常常是话题的一部分，在百花杀里他开始成为话题本身。观众选择点开这部剧有原著题材和男主角的因素，可孟子义的名字已经成为重要入口。我们深知一部剧的成功需要很多环节共同完成，可当市场开始用女主角的名字概括一部作品，演员的位置便发生了实质变化。这种变化并不等于孟子义已经证明了所有能力，因为他目前建立起来的优势仍然集中在一条相对熟悉的赛道：古装重生、复仇、清醒女主，再加上一套有爽感、有情绪出口的叙事，
她的外形适合浓烈古装，个人气质又能让强势角色保留一点生活感。大家看她处理这类人物不需要花很长时间适应，这些都是她目前非常清楚的市场位置。同时这样的熟悉感也正在逐渐变成新的压力。如果下一部作品仍然使用相似的妆容、相似的复仇框架和相似的人物状态，相信大家对她的要求只会继续提高。第一次看见相似可能叫做个人风格，连续几次看见相似，就会有人开始怀疑她究竟找到了自己的赛道，还是暂时停在了安全区。所以说百花杀替孟子义证明的是她在古装女主赛道里已经拥有相对稳定的观众入口。她接下来要证明的是离开这套熟悉组合之后，观众还会不会跟着她走。显然平台已经看到了她带动项目的能力。将门毒后在7月22日杀青，孟子义继续担任古装大女主与王鹤棣合作，从九重子百花杀到体量更大的待播项目，她在平台排播和项目配置中的位置正在逐步向核心女主靠拢。这里要注意一点，我们需要分清一个顺序，并不是她7月工作很多，平台才突然重视她，工作密度是表面结果，前面真正发生的是观众开始愿意进入她主演的作品，讨论会围绕她展开，剧集成绩能够和她的名字产生直接关联。只有一个演员可以影响观众的点击选择，平台才有理由把更高的制作成本、更重要的档期和更大的项目责任交到他手上。换句话说，孟子义得到的已经不只是曝光，他正在得到一种更难获得的东西，那是被市场要求承担结果。这份责任看上去很重，却是女演员真正进入中心位置时必须经历的一步。只有作品的好坏开始与她直接挂钩，她才有机会从观众熟悉的明星走向观众愿意跟着选剧的演员。百花杀播完后，孟子义还没有交出一张没有争议的答卷，她的表演有人认可，角色同质化的疑问仍然存在。剧集拿到了热度，作品质感和剧情完成度仍有讨论空间。她的位置确实与从前不同了，以前人们可能因为一个角色认识孟子义，现在开始有人因为孟子义决定要不要认识一个新角色，这看似只差了几个字，背后却是完全不同的职业阶段。接下来项目大小已经不是唯一问题，真正难的是当孟子义脱下熟悉的古装，离开重生与复仇的情绪出口，换上一个更克制、更普通，甚至没有爽感加持的人物，大家是否仍然愿意留下来？如果那一天到来，他的名字依然能让人点开一部剧，那么百花杀带来的就不仅是暑期档热度，它会成为孟子义从被观众看见则到被观众选择的中间那一站。那孟子义又如何看角色同质化呢？我是一个就是非常非常长情的人，所以其实我总是会被同一种类型的女性角色所深深的打动。